欢迎收看《寰宇全世界》，带您走进全世界。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我是何荣。两岸大事国际焦点深度剖析，打开视野。透过 YouTube 收看朋友，请帮我们按赞、订阅、加分享，动动手开启小铃铛。也欢迎您告诉我们在哪个城市打卡收看。当然，欢迎大家多多的留言，表达您的观点与看法。好，来欢迎今天3位来宾。首先是前立委林玉芳委员，大家好。另外，清华大学 EMBA 讲座骆秉宽老师，何荣好，各位观众大家好。还有美国共和党前亚太区主席方恩格 Ross 好，大家好。好，今天首先带着观众朋友跟3位老师，我们先来看的是这个议题啊。美国总统川普在11月7号表示，因为南非现在正在发生人权侵害，而南非的白人农民正在被杀害和屠杀中，他们的土地和农场被非法没收，所以川普宣布，包括他本人在内，美国政府官员这次都不会出席即将在南非登场举行的 G20 峰会。但是我们也要看呢，反观美国，现在农民受到的伤害其实不亚于南非哈。虽然不是生命的损失，不过财务方面损失非常的剧烈。那么根据 CSIS 的最新报告呢，说因为受到了中国大陆报复性关税还有非关税贸易壁垒的影响，在2025年1月以来，美国对中国大陆的农产品出口额减少了超过68亿美元，降幅高达73%。那其中呢，大豆出口损失占了57亿美元。另外呢，美国对中国的牛肉出口量也下降了90%以上。那么中国方面呢，还把杏仁进口的关税上调到45%，重创了向来以加州作为主要出口的产业链。好，我先问最了解川普的 Ross， 这个请你从从容容、游刃有余的告诉我们哈。川普现在讲说，因为人权问题，他不出席，包括连政府官员都不去 G20 啊，这只是表面上的原因，你觉得是有背后的原因吗？我觉得没有，应该是没有背后的原因。虽然川普是不喜欢多边组织了，这个大家都知道，他第一个任期也不太喜欢参加类似的。多边主义的活动、组织高峰会等等，那这次回来执政，一样啊。今年参加 G7 也提早离开，那最近他去 APEC 也提早离开了，见习近平之后就离开了。所以他真的不喜欢出席这些活动，他想当 All Star。他希望这个焦点都是放在他了。那如果一个高峰会有10几个主要国家领袖，那川普就不是亮点，对，而不是热点，所以他不希望了。那他对这个南非少数民族，那就是白种人是少数民族，他对他们的这个安全、资产等等的议题一直就从他这次回来执政，一直有兴趣，他常常提了，而且他觉得我这样提我的支持者、我的选民会就是会非常受欢迎。所以他这样子做是因为想要保护在南非算少数的白人，是这样子。因为人权的这个原因，他口头说是要保护他们，对，但是主要是这个是跟美国国内政治比较有关。我再去请教你因为你刚刚特别提到说，美国向来，尤其在川普上任以后，其实他是习惯用单边的，而不是像他的前任拜登采取多边合作哈。那同样的，可是这一次在 APEC 结束之后，也有分析认为说，从日韩最近跟美方在谈的这个部分。看得出来，似乎川普在单边这个一直以来坚持的政策，稍微有点倾向，也不排除多边的合作，是这样吗？日韩是2个国家了，那如果2个国家跟美国会有什么高峰会和合作等等，那其实稍微算多边一点点而已啊。但是那个不等同像 G7、G20、WTO、UN 这些大的传统的多边组织了，所以我觉得这个不用做类比了。而且，如果是美国跟日韩开会的时候，不管是哪一个层次，不管是总统跟2国元首，对，或者是国防部长、外交部长。其实这2个国家，日韩，他们都会答应美国要什么，几乎他们都会答应。这个跟去参加 G20 是完全不一样。没关系。那去 G20 的时候，还是会有几个国家元首
不是按照的川普说法就答应他，对不对？还是会有。那要保护南非的这个白人农民哈，可是美国的农民呢？川普也是非常支持美国农民，对不对？所以他就跟习近平见面的时候把焦点放在中国要多购买美国农产品。那另外如果这个政策不成，就是这个贸易谈判最后不成功的话，川普会向国会要给美国农民大的补助，所以还是会很在乎他们，不能说不在乎他们，真的，而且这些南非的白人啊，说实在，我预测了很多还是会选移民到美国去了，最后还是会离开南非。只要川普是欢迎他们，而且目前川普的政策是非常非常欢迎他们移民到美国去，目前他不欢迎其他国家。尤其是有皮色是如果是黑的话，他不欢迎。而且白人至上的一个向来。如果是像南非白人或者北欧人，川普是很欢迎他们移民到美国去了。那我真的相信将来几年很多南非白人，包含这些农民，会选择移民到美国去。好，所以现在看就是说，川普要如何照顾美国国内的农民哈，因为就提到了。像之前呢，在习川会之后，其实 APEC 呢，中美之间两强达成了一个共识，就其中呢，就是包括了要买大豆哈。但现在买大豆也出现了一个变数哈，因为在习川会之后，美中双方其实都降低对对方的关税哈。不过路透社有一个最新的报道说，中国大陆对美国大豆的关税虽然下调到13%，但是呢，这个关税的税率呢，也导致了美国大豆的价格仍然是比巴西大豆的价格要高。好，所以呢，有交易员也表示说，市场上现在普遍不预期中国大陆对于美国大豆的采买会恢复需求啊。主要的原因还是那句白话，就是因为你的大豆卖得太贵了，所以买大豆现在变成了一种手段，或者说我们一种筹码哈。中方会如何在这件事情上面做决定呢？这个美国农产品是这次川普2.0大陆等于说是规划准备最完整的一步。而且他这次打击美国是美国最依赖的出口品项，就是大豆、牛肉、杏仁，这3个是美国这个就是对中国出口最大额的农产品，这3项，而且这是集中火力针对美国这个最敏感的产业来做出打击。那因此大陆它也有多元供应的来源的需求，所以它也向巴西购买大豆，向阿根廷购买大豆。它跟巴西买的大豆，让巴西呢，它的出口增加了10%，让阿根廷呢增加了21%，所以就代表大陆它对于多元供应农产品，它已经做好了一个这样布局，所以让它的全球供应链呢能够多元化，降低对美国依赖，同时让美国的农民来承受这个市场所遭受的损失，这就是它一个精准打击的。那再加上现在农民的那些成本也上升了，像化学肥料啊、劳力啊、设备。这些都一直在提升，它的价格在提升，而且市场也在流失，所以对美国的农民来讲，目前真的是一个非常考验的一个时候。所以现在对美国政府来讲哈，尤其特别川普想要帮美国农民啊，但骆老师您看，因为我们刚刚讲说中国大陆现在有议价能力啊，因为你跟同样的比巴西、比阿根廷，那除非你告诉我美国的大豆确实比阿根廷、比巴西要便宜，那我才愿意买啊，不是吗？对，所以美国在这方面可能要寻求也是一样多元出口，你不能只出口给中国。虽然中国是目前全世界最大的大豆的买家，但是你还是要跟印度啊、东南亚或中东市场来寻求一个出口你大豆的一个市场的一个需求嘛。那当然，另外一方面，这次川普跟习近平2个人在这个釜山达成这个协议，也说大陆不再杯葛啊这个美国农产品的采购。那也开放了，所以他应该跟中国达成一个更有结构性的协议，要长期的保证大豆、牛肉、杏仁这样的一个进出口的一个，这样才能够确保美国农民的一个利益。否则，这个市场是非常的浮动的。假设最大的买家一直有针对性的在杯葛你的时候，美国农民的话，他随时会有很不安全的感觉，随时有没有办法出口的一个风险存在。就像那个我们看到影片上，就是一个大豆厂竟然会爆炸，因为多到爆炸。那这样的情景，我们就不愿意看一些。所以，川普可能在短期、中期、长期都要有一些规划，否则没有办法因应中国大陆针对性的一个农产品的杯葛。
是，所以陆老师刚刚点到一个重点啊，就是中国大陆要制造的是美方，特别是农民这一边啊，随时有一个不安全感。那这个部分呢，才能够当成未来中美这个整个竞争架构不变的情况之下呢，中方握在手中一个非常有力的筹码哈。当然，除了美国的农业受到惨重打击之外，现在呢，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的就是呢，川普有可能会酿成美国国内自己的粮食危机。怎么说？川普为了大砍被称为奥巴马健保的这个平价医疗法案呢，跟民主党在参议院上演了僵持的戏码。这几天大家都看到了，也造成了美国政府现在停摆已经超过了38天，原先的记录啊保持在35天，这个记录被打破了。而川普呢，还拿4200万依靠食物券生活的人民，这4200万都是美国的公民哈，拿这些美国人民当成筹码，也说呢，美国营养补助援助计划的福利只有在激进左派民主党人开放政府的时候才会发放。罗德岛地方法院在11月6号先裁定了，说川普政府呢必须要立即释出预算，补足全额发放所需要的资金。而隔天呢，农业部也向各州发出了备忘录，只是要全额发放11月份的食物补助。可同一时间呢，看到川普政府立刻向联邦上诉法院提出了紧急申请，希望能够把这个法院的命令给挡下来。好，川普怎么这么的坚持哈？就是他的斗志旺盛啊，就是不让民主党要得逞。为什么不坚持啊？如果我是他的顾问的话，我也会跟他说，总统先生，你目前要坚持了。为什么呢？我们离其中选举还有1年时间。但是现在当下受害的是4200万的美国民众，不是吗？第一，他要看他共和党明年的这个其中选举的选情。那说实在，大部分的众议院选区不是摇摆区了，只有几个选区会算是摇摆区了，所以有固定200多个选区，一定不管怎么样会投给共和党的众议员候选人，所以他真的是不用那么担心选举。所以其中选举因为还没到的关系，不需要这么急切的。还有另外要看。按照过去就是政府关门的事件有发生过，就最近10年都有发生很多次了。说实在，每次民主党会让步，不是共和党也没有让步，共和党也有让步，不管是哪一个总统，小布希或川普 EDLA 总统也有让步，对，但是民主党早晚会让步。所以总统为什么要那么急让步？他可以等等看民主党会提出什么样的让步的方案，那他就可以算，那我也要不要让步？但是不用这么早。为什么要这么早？我跟你说啊，现在离其中选举1年时间，选民不会记得这件事情。OK， 所以因为还没到选举，还没到那个关键时刻，所以现在不管是共和党也好，民主党也好，反正是继续演到还没到最后一幕嘛。等到最后一幕的时候，一定会有一个妥协。你的意思是这样？一定会妥协。OK， 民主党一定会妥协。那等他们妥协，那总统也就可以妥协。那另外他也要让他的支持者认为他不会踏狗，因为最近很多人批评他说他会踏狗，变成他的代名词。另外有强硬的政策，不管是外交政策、内政政策，但是他最后会妥协。所以因为最近有这种批评，他这次尤其是在民主党面前，他千万不会让民主党认为他们有拿到一个好大的胜利。对，所以从政治的算法来分析啊，一定要先等民主党来妥协，他才会妥协。OK， 所以Ross 刚刚讲了一个大白话，委员他点到了，因为选举还没接近啊，所以呢4200万这些就算在饥饿的话，关我什么事情啊？美国民主制度到底出现了什么样的大问题呢？从这一件事情上面来看，我觉得第一个是政党对立实在是有够严重。在美国历史上，政党之间的斗争并不是没有，甚至每天都在进行。那像这次这样斗争到政府停摆38天，而且我相信这个还会持续下去，没有那么快解决，搞不好50天甚至60天，搞不好都有可能。那这种对立，政党的对立会延伸到很多的层面，那就是内耗嘛，这就是内耗。对，所以我认为这个就是
这个美国社会的一个很大的问题。第二个，当然，其实某种程度来讲，川普上来以后，美国族群对立的现象是变严重的。他所谓的要让美国再次伟大，那里面其实所隐含是让美国的白人再一次伟大。那支持川普的人，其实就是中低收入的白人，所以他是他们的代言人。这种族群问题当然有。刚刚讲到南非的问题，川普讲说美国这个南非的白人这个被杀，他还用了 genocide， 就是这个好像种族灭绝、种族屠杀。没有这回事啦。南非的治安是非常差，我有好几个朋友都在南非做生意，南非的生意是非常差的，他们出去进出都要带持枪的武装保镖的啦，所以没有特别针对这个南非的白人来进行屠杀，没有这一回事啦。这个美国自己都这个很多的这个作家都出来讲这样的话嘛。可是你看，川普特别讲说。美国的白人，美国这一阵子是反对移民的哦，可是针对南非的白人，他说你们可以用难民的身份移民来美国来定居啊，提出申请就对呀，所以这有白人的问题。你看这次的纽约市长的选举里面，你去想想看看，白人有很多是支持现在当选的，这位市长是，可是更多的是很多的黑人。少数族群的主裔，当然包括很多犹太人，是支持当选的这位的这位市长的，所以有足球你过来一个其实很严重的一个问题是通膨啦。你知道，川普有一个非常强烈支持他的，叫做 Marjorie Greene， 她是乔治亚州选出来一位女性的众议员，她是这个美国所谓的 MEGA 的强力的支持的川普的最挺川普的。那样的一个人，挺到出汁的这样的一个人，可是你看这次最近他就对川普有很多的批评，那他这次就出来讲话，就大概昨天嘛接受访问他就出来讲了，他说他用一个叫 affordability， 这个字是什么？就是说你有没有，你可不可以负担得起？能不能 afford？ 你可以买的，你可以 afford 嘛，对不对？所以这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会这个？会出现这个问题呢？他先讲，他说我是去买东西的，我是到市场譬如说杂货店之类的去买东西的人，有没有通货膨胀，东西有没有变贵，我是知道的。民众最有感，对，没错。所以这一次为什么美国不仅在这个共和党在纽约输了，纽约市的市长选举输了，维吉尼亚州州长输了，对，还有这个 New Jersey 这个纽泽西的州长也输了。很重要一个字就是。人家的通货膨胀造成很多人生活的困难。对，所以这次其实在这个选举结果之后，其实当然有一些分析认为说，这会不会对共和党来讲是一个警讯？但我们要更担心，或者说更 foresee 预测到的一个是美国内部会不会因为这些我们刚刚所讨论到、所分析到的这些问题，引发更多的社会问题。现在就看什么时候是沸点，还有什么会成为引爆的 trigger。马上回来。